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的《长空之王》仅用3小时夺回票房冠军。这个五一的电影市场别开生面，接近20部电影上映，可谓是百花齐放。其中《长空之王》人生路不熟领跑票房榜，其中王一博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一直遥遥领先。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，就在5月3日晚上21点的时候，灯塔实时数据显示，人生路不熟票房反超《长空之王》，紧接着热搜就出现了。人生路不熟成五一档票房冠军。看到这个热搜出现，好多人瞬间议论纷纷。讨论声不过是王一博的黑粉，他们从来都比粉丝积极，看到这种话题，自然推波助澜一番，特别希望2部电影的粉丝可以吵起来，自己坐收渔利。在这条热搜下，黑粉各种嘲讽王一博的话术来了，什么给了排片第一还是个废物，什么脖子割千年老二的说辞，什么吹牛的摩托风车，王一博粉丝诠释了什么叫破防，什么强行挽尊的说辞。对此这种评论，司空见惯的摩托姐姐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人家目的就是挑拨王一博跟范丞丞2家粉丝撕扯，这样子才可以引发舆论，自己看热闹不嫌事大。王一博被舆论裹挟的情况比比皆是，也不差这么一回。再加上《长空之王》这种作品更具有现实价值意义，不能单纯依赖票房成绩来定义。作为头部电影，引发大众关注，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观看，感受这部影片带来的触动，这才是关键。俗话说，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持续不断，好的口碑才能经得住声讨。同时呢，我们发现了一点，被这个热搜刺激了一下，好多人看了一下数据，这个反超不过是截止到21点的票房，实际上后面的票房并没有纳入总票房。说到底，这个之前当前一段时间的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就在大家看着网络上各种争议的时候，长空之王的实时票房很快就已经赶超了，毕竟还有不少地方影院还没有结束。突然我们明白了什么，人家这不过是一种营销，人生路不熟突破了9项纪录，再加上这次的反超，打破10项纪录，凑一个吉利数。可是王一博的粉丝们貌似不待见这种热搜，毕竟有被事实，这种热搜买的有些太早，不到3个小时，实时票房成绩显示，长空之王总票房重回榜首。这个打脸的速度有些快，热搜买的太早了，网友还没有开始准备，冠军就换人了，这节奏对不住上热搜的时间。纵观一圈下来，只能说一句，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时代，投机取巧的做法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大众越来越清醒，好不好，并非舆论来操控。长空之王的口碑是观影后大家给出的评价，王一博表现如何，单纯依赖粉丝也不会有这么高的票房，他的号召力会让更多人关注到作品，但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成绩，还是依赖作品的品质保障。好了，这次很好的诠释了打脸速度到底有多快，不到3个小时，我们的长空之王依旧一飞冲天。说1000到1万，还是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看长空之王，看国之重器的诞生，看幕后是非员的无畏精神。长空之王赢得漂亮，拿下票房冠军，获得观众满意度的榜首。2023年的五一档，票房冠军出炉，长空之王当之无愧，
拿下榜首。同时呢，这部影片获得了观众满意度调查的榜首，成为最大赢家。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，这次的《长空之王》赢得有格局，在票房被偷、排片量遭非议时，果断做出声明，抵制一切不正当的行为。《长空之王》上映后，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。这种题材的作品市场鲜有，甚至好多人都从未听说过试飞员这个职业，更别提隐形战机的试飞员。这部影片上映前期的宣传力度不小，这是国家“14·5”重点推广的影片，各大影院都积极增加排片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走进影院，看我国航空领域的发展，中国战机的诞生，幕后试飞员的无畏精神，增强大国自信力，增加民族凝聚力。排片量的增加，自然会带动高的票房。能够拥有好的口碑跟观众满意度，需要观众来评价。最近出炉的5·1期间，上映后观众的满意度调查，《长空之王》稳居第一。无论是故事喜爱度、演员的表演、视觉效果、音效、新鲜度、精彩对白、思想深度、传播方式，这部影片都拿下了最佳。豆瓣评分7。淘票票猫眼开分 9.7， 由此可见，《长空之王》的口碑相当不俗，好的作品口口相传，自然会招人喜欢，拿下票房冠军，不足为奇。王一博作为这部剧的主演，饰演的试飞员雷雨，这个角色是真实还原了试飞员的无畏与坚定的信仰，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是有故事原型的。不过082号试飞员已经壮烈牺牲了，他们是带着蓝图飞向蓝天的人，也把军人的军魂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。这部影片的价值意义远超了一切，不能单纯靠票房定义，更不应该有太多人去诟病。走进影院，太多人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有欢笑，有震撼，有激动，有感动，有泪目。各种情绪堆积，是我们对试飞员跟战机研发的致敬。王一博作为顶级流量加入，自然会带着热度，好多人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，但是这一次却没有，这个角色带来的是正能量，是我们致敬的试飞员，是国之重器。我们相信，好的作品自然会有好的表现，我们相信观众的审美。他们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，满意度调查足够证明了一切。分享一下影片中让人记忆深刻的对白：以前失去的，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。领空的把控权，战机的先进性，国人的安全感，是一辈辈人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。曾经的屈辱，我们从趴着到站起来，用了短短又艰辛的100年时间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，中国的图腾精神。这部影片虽有瑕疵，但是足够真诚地呈现了中国军人的坚定与信仰，是中国人精神的浓缩。从张挺大队长到雷雨，是性命与使命的传承。这是《长空之王》影片的意义与价值。我们除了致敬，还需要用行动来支持。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群体，看到我们的航空军事实力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